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这期其实是一个访谈类的节目。等一下呢，我会邀请一位专业的房产投资人，和大家一起再来聊一聊房产投资，主要是聊下面这3方面的话题。第一方面呢，肯定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市场的展望，特别是湾区市场，机构投资人到底是在买，还是在卖。那第二方面呢，进一步的来聊一下这个机构投资和个人投资有什么异同，他们自己有什么独门秘籍，我们也想了解一下他们关于风险控制是怎么进行操作的。第3部分呢，就是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担忧，最近利率非常高，不愿意去付这个 interest把钱交给银行。那么有没有其他可以投资房产的一些渠道，那种旱涝保收的方式，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那话不多说，让我们就正式开始吧，瞬间移动。大家好，我是 Stephanie。对，今天我请到了 Stephanie， 也是 Alpha X 的co-founder， 非常不容易，能够在这么短时间把他公司打造这么成功。这是一家房地产投资公司，所以今天我们再来聊一下湾区的房产投资。好，先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吧。好，我叫 Stephanie， 那我是从3年多前开始转行到房地产，目前为止呢，我们应该做300多套房子，有 rental， 有这个 new single family construction， 有这个 fixed flip， 还有一部分 development。那么我们目前管理了大概2个亿的资产左右。可能大家最关注的问题还是就是湾区的房产的一些展望和预期，特别很多人担心最近会有很多雷，对吧？淡水利率也这么高，房价也不低，对，然后还有商业地产听说要爆雷了，中国也不太好，各个环境感觉都水深火热，你们是怎么看的？对，我觉得，如果你永远观望，那就永远没有机会。所以呢，其实在这个时候，确实是遍地是雪的时候，可能更是机会。那现在还没有到遍地是雪，那你这个时候，我们也还在往前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做了很多的这个预防措施。那么我们就第一点来说的话，就是针对你自己喜欢的东西，如果你喜欢商业，你就做商业；如果你喜欢做住宅，就做住宅。那我们完全 focus 在 single family 住宅。那我们觉得，其实在这个时候，有些好区已经是有一定的机会了尤其是一些房型不太可喜的，有些大概的这个 strategy 不是很明确，工作要比较多的，那我们其实还是在 active 的做这件事情。对，所以你觉得第一点就是说，要找到真正喜欢的一些东西，或者说适合我们自己的一些东西。对，我觉得对自己适合的东西，然后呢，第二个就是 location， 你自己要分析清楚 location。像这样的大环境下面，那么好的区它其实也有下降的。那对于好的下降的这部分，正是你可能入场去抓住这个机会的时候。那么连08年帕拉特都没降多少，那现在也许帕拉特就是个好买的房子，对不对？这个时候呢，可能看中自己想要的地方，那即使是就是合适的时机入场。对，然后可能大家会对这个未来黑天鹅或者什么会有一定的担心，最怕的一点就是说我买了，结果房价崩了。对，这个你对于观众小伙伴们，你是自己有什么样的观点？对，我觉得现在形势还是不是那么稳定就还在等待这个商业地产的崩雷，包括一些信用卡债的等等的这个崩雷那么这个时候，其实要分清楚自己有多少实力吧。那么分清楚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机会。那么像我们其实也看了很多其他地方，我们也在等待哪个地方能腰斩的。那么其实我们还是回到湾区，因为湾区它总共 supply 是比较少的。那么现在 inventory 又很低。那么我们觉得在这样的环境下面，如果你找到合适的 deal， 在市场变好的时候，这部分它一定会有一定的价值，会升值等等这些情况。是的，我也比较同意这方面的观点，就是说你不能因为有黑天鹅的存在而放弃投资，因为你一直在等黑天鹅，就好像说 OK 地球会毁灭，所以我就先挂了算了，对吧？就感觉有这样一个倾向。既然有黑天鹅这种风险意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根据自己的实力，能够有一些底线思维。并且在有一定实力的基础上，再去适当的做一些投资。对，其实现在还有一个很好的投资叫债权投资嘛，银行利息都到5点多了，其实我们有这个债权的这一部分。那么有很多人就是现在怕投资，那么其实他可以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放1年，那他也是有一定的资金回报的。OK， 那我们刚才讲了一下这个对于大环境判断，也说了就是
不要太过于担心黑天鹅事件。那我的确认识一些朋友，他们等了很久，在等崩盘，手里也有一定的现金。那你给这些人关于他们特别想投房地产方面有什么建议？对，我觉得分3点来讲吧。第一点，了解自己的实力在哪里，手上有多少钱，手上的 backup 有多少钱。那么这个时候自己能不能接受什么样的房子？对，那接受什么样的这个strategy 什么样的区域？所以了解清楚自己了之后呢，那么 allocate 一部分的钱作为 backup， 对 backup，然后呢自己再放一部分钱可以进行投资。对，第二点呢，就了解区域，像湾区的整个区域差距还是蛮大的。那你能不能接受这个 REIT control 的区域？能不能接受比较差的区域？还是一定要好的区域？那了解这个区之后，了解这个区的价位。那这个区的价位你就做好 ready， 就是这个价你是不是有现金流的？是不是能这个将来有 appreciation 的？对，那把它考虑清楚。再来一点的话就是 strategy。其实，在湾区现在已经挺难有现金流的了，很多人上来说我要买现金流，没有怎么办？这个问题大家都有难度，那就要增加自己的 strategy， 是不是？对，是的。fix up， 然后还有就是通过自己的这个加 ADU，然后呢，再来就是比如说 SB9 的 strategy， 包括拆分地，那中间无形的增加这个它的价值了。对，这样也是相当于给自己找一个安全垫，对吧？对，通过做更多的事情，你不一定要买状态最好的房子，不一定要买最大的地，但是你可以去给自己增加一点附加流。是的，是的，我觉得了解清楚这一些之后呢，其实你可以就是问问专业的人，然后呢，这个时候找到自己的一个定位和方向，那就不至于永远害怕出手，永远失去机会。可能很多朋友也比较关注的就是说，你们是怎么来做一个风险控制的？特别是考虑到我们刚才说的，可能会有潜在黑天鹅啊，包括个人都要留足一定的这个容错空间，对吧？那你们是怎么考虑？对，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流动性。那么流动性通过这几个方面来控制。我觉得第一个点呢，就是我们公司呢，其实现在专注 single family residential， 并且是相对来说容易流动区域的这个 single family residential 哈。这是最好的一些，比如说学区也好，什么各种环境配套都好。对对，像比如说低于一定的这个人口数字的，或者是不太买家、不太受众的，我们可能就会偏重于打造现金流。那么对于就是好区一点的，那我们就会就是注重的就是它的增值。OK， 那么这样子保持它的流动性，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 single family 呢，我们从2019年到现在一直在建立我们的 pipeline，也就是说在市场低的时候呢，2019年的房子我们本来就买的低，那么我们这个时候也可以 liquidate， 随时可以 liquidate， 这第二点。第三点呢，我们因为打造了一站式的整套的一个链条嘛，所以我们在房子刚刚进入合同或者刚刚拿到 permit，我们就开始要准备预售。其实已经有好几个 case，就是包括我们 remodel 的 case， 包括我们现在就是在建的这个房子，那我们都是从打地基开始就开始往外预售了，甚至有的刚出来土就开始预售了。现在我们开始要进合同，我们就卖掉一个，这样保持资金的随时的回笼。OK，所以简单来说就是能够以liquidation 或者说现金流为核心，对吧？尽量去降低自己的一个风险。是的，是的，多种 strategy， 然后让它保证你自己的流动性，任何时候考虑清楚，那么随时可以 liquidate 你自己的资产。跟大家讲讲你们比较好的一些 deal， 或者比较牛的一些操作，个人是没法完成的那种操作。对，我们呢现在应该是除了机构投资者在湾区最大的一家 flipper 吧。OK， 就是这个数字不是别人，不是我们查到的，其实是一些那个 lender 查到的，告诉我们这几年 pay off 了160个 million 的 loan， 就除了现在 Wedgwood 比较大的呢，我们是第二家。那么那个这是一个点，那我们的优势在于，其实是有一些房源呢，我们是提前知道，这里面是花费大量的 marketing 的这个费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在于我们整个的这个 cost control 吧。第三点当然就在于 efficiency。那么这里面结合了除了这几个之外呢，我觉得最主要结合的就是我们的 knowledge。那我们是湾区的这个 SB9 第一个叫 Atherton 通过的这个 SB9 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大概是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SB9 是2021年9月份就是政府批的，那么2022年各个城市正式 adopt。其实对各家地大的都可以看一看自己是不是可以做 SB9，就是把一块地变成2块同时其实一块地不变2块的话，你上面也可以建成4个 unit， 直接做出租了那并且不像 ADU 这样有 up to 1200这个限制这是 SB9。所以你们在最贵最有钱的 Atherton 第一个达成了把一块地拆成几块。对，拆成了2块地，现在准备再盖一个10几个 million 的房子。OK， 对，所以这方面是你们独特的个人没法操作的一个能力，对吧？
对，我觉得能力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找房源，找到不但是便宜的房源，找到有 potential 的房源。第二个点呢，就是整个的 cost control。那么我们搭建这个平台呢，其实就是包括一些资源是整合起来，这个把整个 cost 要降低。那么因为是 repeat business 和一次的 business 可能就不一样。对第三个呢，就是讲 efficiency。那么这个 efficiency， 你希望你在晚上10点钟还有人帮你 work 的时候，那你这个时候有急事，那你怎么能做得到？996吗？996，当然不是长期996，而是短期996。对，你能有你的那个 consultant 说，我现在马上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你能不能来解决？这是一个 efficiency 的问题。对在这上面我刚刚说一个 knowledge 在什么新的法案出来，你有没有关注？就是运用这个 knowledge， 就政府的 policy， 那这个要关注。听说你们也考虑要 launch 自己的一个房产的基金，对吧？对，能不能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对，很多现在的，尤其在湾区这个地方呢，很多年轻人他不再想要自己去做这个非常hands on 的工作了，他们更是有一个 mindset 去投资，并且都是高科技工作者。那我们其实处于湾区这个市场呢，我们就想，那我们要看10年、20年之后这个市场我们公司的地位在哪里。所以考虑到这样，就是不单单只是之前的这种亲朋好友或者是一些客户的投资，那我们可能更要做成一家比较正规的基金。那么所以有2个契机吧，一个是去年年底涨之后呢，我们就深入了解了这个所谓的这些做 private money 的这些人他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我们原来低的时候我们付6点多，它慢慢涨到了9点多、10点多，那我们就觉得这个钱我们干嘛不付给我们的投资人呢？就开始了考虑这个基金这件事情。另外一个就是对于长期的这个房产管理，很多投资人他不再想要真的自己去做，他们希望就自己出个 idea， 出个钱，自己知道自己的资产在哪里。那么同时呢，去年也出现了就今年去年出现了黑石不是暴雷吗？对，就是这个。黑石这样的基金，那曾经有个投资人就说我真的以前觉得黑石非常的这个信得过，但我现在不知道我资产在哪里，我投的钱在什么上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想，我们是作为一个 local 的，对吧？我们自己知道是在哪里，我们是整条链上，那么从头到尾都在做的一样公司。那我们如果把这件事情做正规了，一定有我们的市场，所以我们开始今年做了基金这件事情。OK，所以你们基金是关于非常具体的一些项目的投入。基金我们现在分2种，一种呢就是说 general 的 fund， 这个 fund 呢可能就是说他投到这里面来，我们里面有一堆的 assets， 我们拿着这些钱去买，买呢可能就会我们现在只立足于湾区，那么这是一套基金。那我们接下来下一步会到南加去，南加可能更容易实现现金流。那分为 debt 基金，就是说债权的和股权的2类。那么同时单独呢，像一些比较好，最近我们推的比较多的一个 Cupertino 的和一个 Campbell 的这2个 deal 哈，一个也是债权，一个是股权。那么这样的话就针对单个项目 syndication。你知道湾区的地都比较贵嘛？是的。然后如果靠自己的力量，可能就是压力会比较大。那么对很多投资人他也不敢。那我们最近这个 Cupertino 这个项目呢，其实就是一个差不多总体价值在30个 million。那30个 million 我们需要的资金大概10个 million 这样的一个情况。要造什么样的一个6幢这个独栋的每家5个 million 的这个新房子哈，3500次左右那么这样一个基金的话，那靠自己的力量可能就会比较难一些。那这个时候我们集中了一些投资的力量，那么我们一起做这件事情，那 Cupertino 这个地方肯定没问题，对，然后降低了风险。那么呢，我们也预见的这个建房的话，本身就有 sweet equity， 它本来就能赚一部分的钱，对吧？那这样的话就降低了风险，所以能拿到更好的地方的这个地，也能呢，同时呢也能就是更加预期自己 guarantee 自己的这个回报吧。所以我们就是 launch 这样基金的一个模式。I see， 所以投资人他们，我听说有2种分红的方式，一方面就相当于把钱投到参与你们的项目，这样能获得投资上的收益；另一方面就相当于把钱借给你们公司，对吧？然后可以固定的拿到一个固定收益。对，其实像这一类就是要 syndication， 我们做的就是也是一类 fund 吧，就是 syndication。那我们就是把钱这个投资人的钱拿进来，他可以按照季度拿分红，那同时也可能就是说他拿到最后的股权，对，是这样。那很多人可能会考虑一个，比如说风险的问题。首先，比如说把钱放在你们这边，是不是合理合法，风险可控，对吧？然后第二，也要考虑最坏情况，比如说这个项目 doesn't go anywhere， 对吧？比如说有资金链的情况，或者说到时候市场不好，这房子并不卖不出去。对，你们怎么考虑这方面风险？首先我们其实整理了一整套，那么我们这里面就是它是 SEC 注册的 filing 的，那么这个时候是联邦直接监控的。第二个呢，就是它其实我们有自己的 portal， 然后 investor 可以看得到他的钱在哪里。那么我们集中的 syndication 呢是拿去持有了这个房子的地，
OK 真的话，那 Cupertino 1个多 acre 的地，它的价值是在哪里的？对。那么这个上面是看得到，所以其实从各个方面呢，保证了这个投资的这个风险。那我们更像一个资产管理方，集中大家的资金，然后呢，我们一起把这件事情给完成。我们是做这个工作的这个人。对。那还有一个可能大家会提的问题就是说，我作为一个个人投资者，我这个钱可以投你们基金，可以自己去买房，对不对？我们刚才讲了那么一大通，要对湾区的房产有信心。人家说，那为什么我自己不贷款不买房？你是怎么看这两者的区别？我觉得都可以啊，因为我们其实也还推荐大家有自己有贷款能力的自己贷款。那其实还是个人的喜好，自己能不能 handle， 或者有没有可以信任的人 handle 这件事情。那么如果是自己能做，那当然是可以推荐去做。那如果是没有人可以做的话，那我们就是成了这个操作方，我们就是干这活的人啊。那么如果还有大项目来说的话，个人压力可能会比较大，那我们集中大家的力量一起，那这样 handle 的就比较好一些。多谢 Stephanie 的一些介绍啊。今天我们主要讲了3个方面，一方面是比如说对于湾区的一个市场的展望，如果有一定钱可以去投资的话，怎么样去投资，并且呢，我们也过了一个他们最新 launch 的一个基金，对吧？这也是给予很多不想自己管、不想自己去造的人有一个别样的一个选择。对吧？是的，是的。我觉得湾区这个将来的趋势来说，这个房子资源是比较少的。我再讲一个，就是一个理论哈，在我自己觉得，因为现在买房大部分都是华人 ，right？ 华人也不太爱卖房，然后华人又喜欢持有，然后跌了又不太买，这样会导致整个 Santa Clara County 只有34万套 single family，最值钱是什么？是地，这就导致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公司的转向就是要买 single family， 也就相当于买了地。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手上有一些资金的话，我建议大家多囤一些地。其实市场都会涨的，然后想办法把它打造现金流，那么这样积累自己的财富。OK， 好，多谢。那我们希望今天大家能各取所需，找到自己想要获得的一些信息和知识。好，那我们就这样，再见，拜拜。